哎，你们敢相信吗？我的大胖媳妇儿博士毕业了，雪人成为了一名博士。对，就是这个媳妇儿，我没换媳妇儿。失业之后想完成自己的学术梦，开始狂改论文。结果呢，第一次提交论文，他导师抠为他了；第二次提交论文，他导师又抠为他了，连他导师的妻子导娘呗，属于也抠了。他第三次刚要提交，我说你等会儿，你交一次他抠一次，你交一次他抠一次。你导师今年76了，你这是第3次交，他可经不起第3次抠啊！你的最后论文没提交上去，你把他给提交了。我说要不然你让你老师打个疫苗吧，他这疫苗不满第3针，你这答辩都难过60分呢。然后他跟他导师联系，他导师说我确实最近又非常不舒服，而且我现在面临着一些就是家庭婚姻的一些困境吧，我确实是很焦虑。我说他是不是又得了？你导师不是叫 David 的吗？就直接改名叫 COVID 的得了。正好他媳妇要跟他闹离婚，COVID 的 Hulk， 新冠绿巨人。反正不管咋地吧，就最后他是过了。但是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真是不要盲目崇拜学历，一个人的智商其实他证明不了什么。娶了潘金莲的武大郎，想滑雪依然找不着腿；拿了博士的大雪人，上厕所依然找不着北。比如我老公前天跟我妈视频电话，给我急坏了。我妈跟他视频嘛，我妈说我看你今天外边天挺好，你带孩子出去玩玩去。我老公想回答呢，我要防晒，但是他的汉语不好，我也不知道咋寻思的，他就把防晒说成了防带。然后他告诉我妈，不可以，我要防带。我们都要防带。我妈说你防不防带的也不当你出门啊，你咋的？你防带叠加了？你怕逮捕啊？你家是老赖呀？我老公也没听明白我妈说啥，问我妈，难道你不防带吗？你不防带吗？我妈说你们加拿大可能防带，我们铁岭不防带。铁岭呢人反正是比较要强，再说也便宜，不至。我老公说贵要防带，便宜更要防带，加拿大要防带，铁岭也要防带，我们都要防带。我的姥姥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女儿都要防带。我妈说你姥心挺大呀，你姥多大岁了？How old is your 姥姥？我老公说my 姥姥is 83。我妈说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，这要在中国，你妈咱讲话当姑娘的，不得帮一把吗？我老公非常认真呢。我姥姥的防带是我姥姥的防带，我妈妈的防带是我妈妈的防带。我姥姥不能帮我妈妈防带，我妈妈不能替我姥姥防带。我妈说啊，我听明白了，这是我老了，我要是有防带，也别指着你呗。哎呀妈，别唠了，心拔凉。哎呀，给我老公也急够呛。哎呀，凉也要防带，热也要防带。哎呀。哎，你们想看俺家俩孩子直播卖爹吗？商业街。刚才我带人家一家人去找我一个朋友，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正好在直播带货，我们全家就在他直播的现场等了他1个多小时，就看他直播。结果出来之后，咱达跟我说，这活我也能干。我说你拉倒吧，直播带货这个事儿，人家是需要有专业的团队、流程、话术的。大胖媳妇出来了，说我们观察了他们1个小时，基本套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。就现在我就能带着俩孩子模拟一场直播。小达和张铁都跃跃欲试。我说那你们卖啥呀？我想看看。俩孩子看了一圈，说卖他爸。我说来吧，我很好奇，我看直播带货你们到底看懂了几分？但是家人们啊，我补充一句，这纯是一个孩子们的小剧场，就是模拟演绎直播。孩子们不能直播，我也不卖大胖媳妇儿。首先不得不说，分工和任务都非常准确。小达让张大铁给他当助播，煽动情绪。张大铁说啥意思？小达说就是重复我说的话的最后几个字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就买一个产品啊，就买一个。它原产地在北美，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。受欢迎。3、2、1，商业街，商业街。家人们听我说，它特别能吃，有了它，你家里不怕剩饭，不怕剩饭。有了它，吃不完的饭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好吃的零食不要丢，别扔。长毛的水果不要倒。长多少毛？感谢张彩玲送来的保时捷，转。感谢张彩玲送来的时尚机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支持。这么多礼物啊，还有这吗？不是咱自己刷的，自己刷。刷礼物摆赠品都拿捏得非常到位。当然了，大胖媳妇一直在旁边指导，她居然还知道告诉孩子，摆赠品的时候不能一下子交代老底儿，必须一个一个加，问观众够不够，这才能营造悬念，烘托氛围。那我们的产品一天到底能为你消灭多少食物呢？正常的一天就吃这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直播间，我再给你加几个汉堡，5个，对不对？够吗？不够，再来，够吗？不够，3个字。今天在这个直播间，家人们听好了，我还送上3个烤冷面，不要炸烤炸，双档。当然张大铁当助播也有重复失误的时候。还有什么呢？
还要加口成长大。别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你觉得够了吗？他还能吃。注意了，家人们，1个奶茶，2个奶茶，够了吗？够了吧？你说不够？不够。来，3杯奶茶。No。放在这，1、2、3。我认为啊，他们的观察非常精准，非常聪明。我有时候看这孩子随机应变的机灵劲儿，不服不行。都说0到3岁前的1000天是成长关键期啊，拿铁喝上飞鹤星飞帆卓瑞，营养上那真是没话说。而且飞鹤作为连续5年销量 No.1 的行业老大哥，就俩字儿靠谱。家人们这么能吃的了，在别的直播间最起码得卖499，今天给家人们打折也得299。在这个直播间我们跳了网，甩猛慢归来只有99.9米。除此之外，家人们还有在别的直播间这么能吃的，只给你100斤，100花了。但是我拿起来100花了。可能有的人会给你200斤，但是家人们，我给你这个数，如果还是不满意，我再送张彩玲抖音号。不让送，不让送。笔直呢？刚在澳大教地的普通话。那条脚丫子呢？脸蛋子呢？那条大长腿呢？笔直呢？小壳呢？喉咙盖呢？腰部盖呢？屁股蛋子呢？屁股蛋子呢？大屁股呢？大屁股呢？那条耳朵呢？耳朵呢？拿铁的普通话。哎，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。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了。有人说嘛，有一种虾系男友去头可食，他是海螺系男友，想食他得先宰肚子，食他需掐头再去尾。但实话实说，他以前的颜值咱说配我够用还带拐弯。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，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，女朋友不断，而且净招姐姐，人走的是纯欲风，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。但都是咋黄的呢？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。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，她一带女朋友回家，人女生喝口奶，我婆婆管人要钱；人女生吃个披萨，我婆婆管人要钱。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，咋回事呢？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，来了一顿擦地消毒，就是不吃饭。哎呦，我婆婆好生喜爱呀。这个好，这段写着可以留下，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。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，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。我就发现他的头发呢越来越少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他说没事儿，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，不会再掉了。因为啥呢？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。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，但是没事儿，他不是我亲爸。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，那头发长得跟胶粪子似的，龇牙咧嘴的长的。放心，我随那个吧，我随那个吧。我就信了嘛。若干年后的一天，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说，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，现在想重逢，发来了一张近照。我一看完了，BBQ 了，还不如他后爸呢。锃亮的脑瓜子，啥也没有，锃亮。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，你都别看他，你看他你都打滑，你坡路都不能骑车。古代看亲生父子，2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。尹家看亲生父子，2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。所以这一年我发现他的颜值啊，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，我斥巨资给他整的艺人妆发呀，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，整整吹了40分钟。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，就既内卷又躺平，你说气人吗？为了婚礼，人2月没剪头发，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？直到那一秒，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？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，开心了，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，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？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，天蓬元帅弼马温，人这头发一趴下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敬第1圈酒的时候，别人说，哎，你说彩玲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。等我们第2圈敬酒的时候，哎妈，还是刚才那人吗？哎，都说外国人老得快，怎么这么快呢？怎么这么快呢？我呢，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，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，从头开始，就用这款 KONO 轻盈控油洗发水，泡沫嘎嘎多，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。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，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，洗完一点不干涩，顺滑轻盈有光泽呀。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，头发根根分明。就他这种底子的都把发量显得贼多，他都能洗成这样，你说这个 KONO 小 K 瓶是有多胖？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，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。